个长达9年的抽烟习惯，你觉得它总共会花掉你多少钱？几十万，也许100万。如果我告诉你，根据一位专家的深度剖析，这个数字不是100万，而是可能高达30亿台币，等值于1亿美金，你可能会觉得我疯了。我是文博一位大学教授。在过去的10几年里，我的研究一直聚焦在现代都市人的压力、社交行为，以及我们是如何一步步陷入像抽烟这样的消费主义陷阱。而我今天要跟你分享的，就是一个我从无数案例中看到的残酷真相。这个30亿的账单，它并不是危言耸听。在接下来的影片里，我会像一个会计师一样，带你一步一步地拆解这笔惊人的账单究竟是如何产生的。你会发现，你为这个习惯付出的代价，远比你钱包里掏出的那些钱要多得多得多。我知道，听到这个数字，你的第一反应可能是怀疑，甚至有点想笑。太夸张了，我感觉还好啊。这正是这个习惯最可怕、最狡猾的地方。一位长期帮助许多高阶经理人、企业家戒除烟瘾的专家，他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他几乎所有的客户，无论背景、收入、年龄，在成功停下来之后，都会不约而同地对他说同一句话。这句话是：直到我停下来，我才意识到这东西对我的负面影响到底有多大。你听到了吗？直到我停下来才意识到。这意味着，当你身处其中的时候，你是看不见的。抽烟这个习惯，就像在你的人生中释放了一片浓雾，它包裹着你，让你以为眼前的世界就是全部的样子。你看不清自己正在失去什么，更不知道自己本可以拥有什么。你不知道你所不知道的。而今天，我的任务就是做一阵风，帮你吹开这片迷雾。在我们开始计算那惊人的30亿之前，我们先来算一笔更基础但却更致命的账，一笔你每天、每小时甚至每分钟都在支付的隐形税。想象一下，你的大脑是这个世界上最顶级、最精密的超级电脑，但在某一天，也许是出于好奇，也许是朋友递来的一根，你不小心点击了一个来源不明的连结，安装了一个恶意软体。这个软体就是抽烟的习惯，它伪装成一个能够缓解压力、帮助思考的应用程式，但实际上，它在你的大脑后台24小时不停地执行着3项恶意任务，悄悄地征收你的隐形税。第一笔税叫做时间之税。很多人会计算一根烟10分钟，一天一包，大概是3个多小时，但这只是最表层的成本。真正的时间黑洞是那些垃圾时间，是你突然想抽烟，却发现烟盒空了，于是开始烦躁地思考要去哪里买的时间，是你站在便利店门口犹豫今天要不要多买1包的时间，是你点燃烟之后那段大脑空白、看似放松，实则毫无产出的10分钟，更是你抽完烟后陷入一种奇特的闲者时间，什么都不想做，只想瘫在椅子上再刷15分钟手机的拖延时间。这些碎片化的被侵蚀的时间加总起来，远比你想象的要多。它不是一次性的巨大损失，而是一种慢性失血，就像一个水龙头没有关紧，滴答滴答，日复一日，悄悄地流走你最宝贵、无法再生的资产——时间。第二笔税是专注力之税。你摸着良心问问自己，在你抽完烟后的那段时间里，你真的在高效工作吗？你真的在深度思考吗？还是说你只是瘫在沙发上，手指无意识地划过一个又一个让你焦虑或空虚的短影音？荧幕的光冰冷地照在你疲惫的脸上，你是不是更容易点开那些色情网站，寻求短暂的刺激，然后陷入更深的空虚？你是不是更容易在社群媒体上看着别人的光鲜亮丽，然后对比自己的现状，陷入对过去的懊悔和对未来的不安？
这个恶意软体，它不仅偷走你的时间，更严重的是，它降低了你大脑的运行效率，它让你无法进入真正深度工作的心流状态。你的思考变得肤浅，你的决策变得草率。你以为那根烟能帮你集中精神，实际上它只是把你从一个焦虑的状态推向了另一个涣散的状态。第三笔也是最阴险的一笔税，叫做心力之税。你有多久没有感受过那种一觉醒来精力充沛、神清气爽的感觉了？你是不是时常感觉胸口闷闷的，喉咙里好像永远有东西？你是不是在上几层楼梯后就开始喘不过气，体力大不如前？更重要的是，你是否会在夜深人静时突然担心自己的健康？那一声突然的咳嗽会不会是肺出了问题？嘴里的一个小破洞会不会是癌症的前兆？这个恶意软体，它不仅偷走你的时间，更严重的是，它降低了你大脑的运行效率，它让你无法进入真正深度工作的心流状态。你的思考变得肤浅，你的决策变得草率。你以为那根烟能帮你集中精神，实际上它只是把你从一个焦虑的状态推向了另一个涣散的状态。第三笔也是最阴险的一笔税，叫做心力之税。你有多久没有感受过那种一觉醒来精力充沛、神清气爽的感觉了？你是不是时常感觉胸口闷闷的，喉咙里好像永远有东西？你是不是在上几层楼梯后就开始喘不过气，体力大不如前？更重要的是，你是否会在夜深人静时突然担心自己的健康？那一声突如其来的咳嗽会不会是肺出了问题？嘴里的一个小破洞会不会是癌症的前兆？这种对健康的持续焦虑，就像这个恶意软体在你大脑后台不断运行的杀毒扫描。它占用你大量的心理资源，消耗你的心力，让你无法把100% 的能量投入到你的事业、你的家庭和你真正热爱的事情上。时间、专注力、心力，这三笔隐形税日复一日的榨干你。你觉得这个代价还小吗？你是否也有过类似的经验？在留言区分享一下，你觉得抽烟偷走了你最多的什么？是时间、专注力，还是其他？聊到这里，很多人会说，没关系，文博教授，你说的这些我都懂，但烟钱我还是负担得起。是的，你或许负担得起。超商里一包烟的价格，对许多人来说确实不是什么大问题。但问题从来都不是这个，因为抽烟是我在研究消费行为时所能找到的最糟糕、最愚蠢的一项财务投资，没有之一。它的报酬率永远是净负回报。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计算。假设你是一位30岁的男性，每天抽一包烟，花费大约150元，一周就是1050元，一个月大约是4500元。这4500元，如果你没有拿去买烟，而是从30岁开始固定投入到一个稳健的市场指数基金，比如追踪美国大盘的 S&P 500，根据过去几十年的历史数据，它的长期年化报酬率大约在7%到10%之间。我们用一个保守的7%来计算。你知道，当你60岁退休的时候，这笔每月4500元的烟钱会透过复利的魔力滚成多少钱吗？答案是超过540万。如果你是从20岁开始抽，那么这个数字会接近1100万。看，这就是机会成本。你亏损的从来都不是每天那100多块的烟钱，你亏损的是你本可以轻松拥有的一个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的退休金账户。你亏损的是一个让你孩子可以无忧无虑接受更好教育的机会，是一个让你在面对中年危机时可以有底气说老子不干了的自由。你用一个确定会伤害你健康、剥夺你精力的东西，换掉了一个本可以让你未来生活品质产生巨大飞跃的可能性。你告诉我，这是不是世界上最愚蠢的投资？然而，错过这上千万的投资回报还不是最惨的。
如果你认为抽烟最大的代价只是这些，那你就把这件事想得太简单了。最致命、最灾难性的亏损，来自于接下来我要讲的一连串的灾难性骨牌效应。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它可能在你的生活中每天都在上演。在结束了一天疲惫的工作后，你点燃的那一根奖励自己的烟，这就是第一张倒下的骨牌。它的声音微弱到几乎听不见，但接下来连锁反应开始了。尼古丁含烟草中的其他化学物质破坏了你的深度睡眠。第二天早上，你醒来时感觉昏昏沉沉，精神不济。这是第二张骨牌倒下。带着这种疲惫的状态，你去上班，在一场至关重要的会议上，你无法集中精神，错过了客户话语中的关键细节，甚至忘记了老板交代的重要任务。一个本可属于你的项目就这样擦肩而过。这是第三张骨牌，代表着你的执行力与信誉，它倒下了。这个失误让你感到沮丧和自责，你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信心受挫。为了逃避这种感觉，你选择用更多的香烟来麻痹自己，形成恶性循环。这是第四张骨牌，你的自信与自尊，它倒下了。一个连自己都不再相信的人，又要如何去赢得别人的信任与尊重？你一次又一次地对自己、对你的家人承诺，这是最后一根了，但你又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每一次失信都是在摧毁你内心深处对自己的承诺感。你变得不再相信自己能完成任何有挑战性的事情，因为你连戒烟这件小事都做不到。我的那位专家朋友，他有一个客户是一位非常成功的企业主，他的公司每年已经有非常可观的利润，但他不满足，他想让事业更上一层楼。于是他花了将近50万台币报名了一个业界最顶级的商业成长课程。结果呢，他告诉我的朋友，在那些价值连城的课程上，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教室后排精神恍惚地度过的。他脑子里想的不是如何优化商业模式，而是下一根烟什么时候抽。他的那位专家朋友，他有一个客户是一位非常成功的企业主，他的公司每年已经有非常可观的利润，但他不满足，他想让事业更上一层楼。于是他花了将近50万台币报名了一个业界最顶级的商业成长课程。结果呢，他告诉我的朋友，在那些价值连城的课程上，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教室后排精神恍惚地度过的。他脑子里想的不是如何优化商业模式，而是下一根烟什么时候抽。他看着台上导师分享着足以改变公司命运的策略，看着周围的同学眼神发光地做着笔记，而他自己却被一层无形的浓雾包裹着，什么都听不进去，什么都无法思考。50万的学费就这样打了水漂，但他失去的仅仅是50万吗？不，他失去的是他的公司本可以达到的全新高度，是数百万甚至数千万的潜在增长。这就是信誉与执行力倒下后的代价。当你在工作中充满挫败感，带着这种负面情绪回到家，你的伴侣看到你又在阳台抽烟，闻到你身上那股熟悉的味道，眼神里流露出的是担心、失望，甚至厌恶，争吵不可避免地爆发了。这种因为坏习惯而产生的家庭压力，会像癌细胞一样渗透到你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从内部腐蚀你的一切。这就是第5张骨牌，你的人际关系它也倒下了。现在我们回头看看，当你的时间被窃取，专注力被耗散，健康亮起红灯，执行力下降，信誉扫地，自信心崩溃，重要的亲密关系也岌岌可危的时候，你觉得你还剩下什么去抓住那些人生中真正重要的、价值千万甚至上亿的机会？
你失去的是可能性本身，这才是那30亿代价的真正算法。它不是一个确切的数字，而是一个隐喻。它代表着你因为这个习惯而放弃掉的那个更健康、更富有、更自信、更成功的平行世界里的你自己，那个你本可以活出的人生版本。说到这里，我想分享一个我自己的有点荒谬，但却极其真实的糗事。那是在我还没有完全戒除这个习惯的时期。有一天早上，我在刷牙，当我吐出牙膏泡沫的时候，我看到里面有血丝。在那一瞬间，我整个人的血液都凝固了。我脑子里立刻闪过2个字：口腔癌。过去所有关于抽烟危害健康的知识，所有那些恐怖的图片，在那1秒钟全部涌进我的大脑。我立刻陷入了巨大的恐慌和焦虑之中。我马上拿起电话打给我的牙医。那天是周末，诊所本来是不开的，但我近乎哀求地告诉他，我情况紧急，我怀疑我得了癌症，我愿意支付任何额外的费用。最终，我以一个$500的急诊费预约到了当天下午的门诊。挂掉电话后，我立刻取消了当天所有原定的工作安排，包括一个重要的线上会议。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我坐立难安，心急如焚，脑子里预言了无数遍最坏的结果。终于，我冲到了诊所。在经历了一系列检查，花费了总共近$800，大约25000台币，和我一整个上午宝贵的工作时间之后，我的牙医用一种哭笑不得的表情看着我，然后从我的牙缝深处取出了一小块前一天晚上我边抽烟边吃的爆米花的谷物外壳。是的，一个价值25000台币的爆米花粒。这个故事现在说起来很荒谬，像个笑话，但在那一刻我笑不出来。我坐在回家的车里，感到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羞愧和醒悟。为了这个破习惯，我付出了什么？我付出了真金白银的$800，我付出了整整半天无法挽回的工作时间，我付出了对客户失约的信誉代价。最重要的是，我付出了那几个小时里如同地狱煎熬般的巨大精神内耗。这只是1天之内一个小小的爆米花粒引发的损失。如果这种行为模式，这种持续的健康焦虑和精力内耗持续30-40年呢，这个代价又将会有多么无可估量？我用我自己的糗事，完美的印证了抽烟所有的隐形成本。所以，朋友，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抽烟的真实代价到底是多少？现在你应该明白了。这个代价从来都不是你花了多少钱去买烟，而是你为了这个确定是净负回报的投资，到底放弃了什么？你放弃的是清晨醒来时能够深吸一口气的畅快感，你放弃的是在事业上全力冲刺时那种源源不绝的专注力与精力。你放弃的是几十年后一笔足以让你安享晚年的复利财富。你放弃的是建立在自信和自尊之上的坚不可摧的个人信誉。你放弃的是和你的爱人、你的孩子之间那种没有隔阂、充满温馨的亲密关系。你放弃的是成为那个更健康、更富有、更自信、更被尊重的自己，那全部的可能性。但是，今天这支影片的目的不是为了让你陷入绝望和自责。恰恰相反，是为了给你带来希望。就像那些成功戒烟的客户一样，当你终于下定决心停下来的那一刻，你会惊讶地发现，一个全新的世界正在你的面前缓缓展开。你不知道你所不知道的潜力正沉睡在你的身体里，等着被你唤醒，夺回你人生的主导权。从现在开始，重启你那价值30亿的人生版本，永远都不晚。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所触动，如果你渴望夺回人生的主导权，请务必按赞并订阅我的频道。你的支持是我创作更多有价值内容的最大动力。
另外，你也知道啊，像这样深入探讨的内容，随时都可能因为某些原因消失，建议你立刻下载保存或分享给需要的榜友，以免错过。